我过年带着礼物去亲戚家串门，姑姑对我的穿搭指手画脚，我毫不在意的用梗回怼。姑姑不甘心，还想继续教育我。父母供你上大学不容易，你得好好学习，知道吗？我再回，不知道，我的身材很曼妙。临走他想最后扳回一局，啥时候找对象啊？再不找过了，18岁可没人要了。我还回，反而呢，我的身材很曼妙。他忍无可忍，你不觉得这破梗很无聊吗？1分钟后，我嘬着酸奶，声音淡淡的，我曼妙。客厅里的空气顿时凝固了，紧接着几个年轻的表弟表妹没忍住，噗嗤一声笑了出来。姑姑的表情几乎难看到了极点，她大概没料到我会一直这么回答，让她这么多的明嘲暗讽像一拳打在了棉花上。我在餐桌上一战成名，虽然我并不清楚自己到底占了什么，我只是把我背的梗应用到了现实里。饭后，一家人坐在一起看电视，奶奶把我叫到她身边，她从一个木盒子里拿出一个通体翠绿的玉镯。小慈，来，这是奶奶给你的。她一边说，一边颤巍巍地拉起我的手，要把镯子给我戴上。这个镯子我知道是奶奶的陪嫁，据说价值不菲，是准备传给孙辈的。我妈见状，眼睛一下就红了，连忙推辞：“妈，这太贵重了，小慈毛手毛脚的，可不能要。”什么毛手毛脚的？我们小慈戴着好看。奶奶很坚持。就在这时，气冲冲离去的姑姑去而复返，她大概是忘了拿东西，一进门就看到这一幕，当场就炸了。妈，你这是干什么？她3步并作2步冲过来，一把按住奶奶的手。我干什么？我给我孙女东西怎么了？奶奶的脸色也沉了下来。你给谁都行，就是不能给她。姑姑指着我，情绪激动。她脑子本来就不好使，手脚也笨，这么贵重的东西给她，不出3天就得给你摔了，到时候哭都没地方哭去。这话一出，我看到我爸的拳头都握紧了。姑姑完全没顾及到他的动作，义正辞严地继续说：“这镯子是传家宝，要给也该给个稳重点的孩子保管。我看就让小凯先替小慈收着，等小慈以后嫁人了，懂事了，再给她也不迟。”他终于说出了心里话，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我身上，看我如何应对这场突如其来的风暴。我妈嘴唇哆嗦着，想替我争辩，却又不知道从何说起。因为姑姑说的有一部分是事实，我确实不那么聪明，也确实打碎过家里的名贵东西。我盯着那个镯子，它在灯光下泛着温润的光，然后我抬起头瞪着姑姑，有点生气，似乎应该骂她，但是想不到怎么骂，脑子果然宕机了。但幸好我还有新学会的梗，何意味这3个字一出口，全场死寂。姑姑准备好的一肚子话术，什么为了你好，什么顾全大局，全部卡在了喉咙里。她禁不住皱起了眉，像是看到什么怪物。我没等她回答，因为奶奶已经把镯子从她的前置中挣脱出来，直接套在了我的手腕上。冰凉的触感传来，我低头看着手腕上的翠绿，它衬得我的皮肤很白，很曼妙。我由衷的赞叹，然后抬头对奶奶说：“谢谢奶奶。”奶奶愣了一下，随即被我这句牛头不对马嘴的形容逗得哈哈大笑起来。哎呦，我们小慈就是会说话，会形容。她亲昵地拍了拍我的手，还特意把我的袖子往上拉了拉，让所有人都看见。姑姑的脸从涨红变成了铁青，又从铁青变成了煞白。她输得如此莫名其妙，如此彻底，想证明我笨，我傻，不配拥有好东西。但我用她无法理解的逻辑，绕过了她所有的语言陷阱，直接取得了奶奶的欢心。她想讲理，我却在不停玩梗，叫她根本无从下手。那天晚上，我爸妈回到房间后，我爸抱着我妈哭了，我妈也一边流泪一边笑。我不太懂他们为什么又哭又笑，只是坐在床边看着手腕上的镯子，觉得它确实很好看。我是个保胎产物，我妈为了怀我吃遍了试管的苦，怀孕的时候更是从头到尾躺在床上，靠打针吃药才把我勉强留住，代价就是我的大脑发育似乎比正常人慢了半拍，只会认死理，不懂得变通。别人说东，我绝不会想到西。为此，爷爷奶奶对我家总有份亏欠和担忧，从我出生起就明里暗里的补贴我们，这成了我姑姑心里的一根刺。她的儿子，我的表哥周凯，从小就是别人家的孩子，重点初高中一路考上名牌大学。姑姑总觉得，如果不是我家分走了爷爷奶奶的资源和精力，他儿子本可以更上一层楼。所以每年过年对我进行全方位的公开处刑，就成了他彰显自己教育成功，顺便发泄心中不平的保留节目。往年他对我进行外貌羞辱、成绩霸凌，我通常都因为大脑处理不过来而选择沉默，我爸妈则会尴尬的打圆场。但今年情况似乎有点不一样了，因为我学会了上网，也学会了一些梗。姑姑并没有就此善罢甘休，很快我们家的亲戚圈里流传起了一个关于我的谣言：林心慈因为从小脑子发育不好，精神上出现了严重的问题，眼下已经到了胡言乱语的地步。证据就是之前还勉强能交流，但现在我不管别人说什么，只会翻来覆去说一句我的身材很曼妙。这个谣言传得有鼻子有眼，甚至有人建议我爸妈带我去精神病院治病。我爸气得在家里摔了杯子，我妈则是偷偷抹眼泪。我知道这是姑姑干的，因为除了她，没人会这么闲得发慌。我妈和我说，她的目的很明确，既然无法阻止爷爷奶奶对我的偏爱，那就从根源上毁掉我的名声，让所有人都认为我是一个不正常的人。这样一来，爷爷奶奶给我的任何东西都会被看作是偏心和不理智，而他则可以以为了家族好的名义来干涉这一切。我点点头，原来他是盼着我坏，他的攻击甚至延伸到了我的生活中。我平时会在学校附近的一家奶茶店做兼职，赚点零花钱。姑姑不知从哪里打听到了地址，直接找到了我们店里。那天下午，我正在后厨切水果，店长突然把我叫了出去。他是个30多岁的男人，人很好，平时对我们这些兼职学生也很照顾。他让我坐下，表情有些为难。小慈，刚才有位女士来找我，自称是你姑姑。我点点头。她说你脑子有点问题，情绪不稳定，还有暴力倾向，让我把你辞退，免得店里出事。店长说的很委婉，但意思很清楚。我看着他，心里没什么波澜，因为姑姑说的这些，我无法反驳。我的脑子确实转得慢，
这是事实。至于暴力倾向，我不知道他从哪里得出的结论，可能是我那天瞪了他一眼。店长见我不说话，叹了口气，又问：你是不是和家里人有什么矛盾？我再次启动我的大脑，想想要怎么不用梗来回答。矛盾，这是一个很复杂的词。我跟姑姑之间算矛盾吗？我思考了一下，还是不太想向店长解释我和姑姑之间的爱恨情仇，似乎太复杂了。于是我选择了最简单的回答方式：不知道。我看着他，认真的回答：何意味？店长沉默了，他看着我的眼睛，看了很久。我的眼神应该很清澈，清澈到他也不觉得我有暴力倾向。最后，他抬手拍了拍我的肩膀，说：行了，我知道了，你好好干，别理那些无聊的人，去吧。后厨的柠檬快用完了，再去切点。我哦了一声，站起来走回后厨。后来我才知道，店长的儿子也有些轻微的自闭症，不爱与人交流。他从我的反应里没有看到任何恶意和攻击性，只看到了一个有点缺心眼但很老实的孩子。相比之下，姑姑那种处心积虑、言辞凿凿的来诋毁自己亲戚的行为，反而显得居心叵测。店长非但没有辞退我，倒是对我更好了。他会特意把一些需要细心和耐心的活交给我，比如盘点库存、核对账目。我的脑子虽然转得慢，但有一个优点，就是专注和认真。店里每个月总会多出或少掉一些物料。自从我接手盘点后，账目就再没出过问题。这天，店里新到了一批定制的杯子，其中有一个箱子在运输过程中被压坏了，外表看不出来，但里面的杯子碎了2个，谁都没发现，直到我一个个拿出来检查，才把那2个碎了的挑出来，避免了顾客用到的时候被划伤。店长当着所有人的面表扬了我，还给我发了奖金。小慈这孩子心静，你们这些猴崽子毛毛躁躁的，都该跟他学学。我拿着奖金，心里很高兴，用这笔钱给我爸买了一条新皮带，给我妈买了一支口红。他们收到礼物的时候，笑得合不拢嘴。我妈涂上口红，在镜子前照了又照，一个劲地问我：好看吗？妈妈是不是很美，很曼妙？我看着她，用力地点头。姑姑的计谋又一次落空了，但她就像一只不知疲倦的苍蝇，嗡嗡嗡地在我耳边，总想找到机会叮我一口。机会很快就来了，爷爷奶奶的金婚纪念日快到了，我爸和我姑姑、我叔叔3家商量着要凑钱给2老报个豪华游轮旅行团，顺便全家人好好出去玩一趟。这本是一件大好事，全家人都赞成。但在讨论随行人员的时候，姑姑又跳了出来，她坚决反对带上我。爸妈年纪大了，出去玩肯定要有人全程陪着。我们3家一家出1个人，我们家小凯去，他英语好，脑子活，能处理各种突发情况。老二家让他媳妇去，弟妹心细。你们家反正林心慈是肯定不能去的。他顿了顿，扫了我一眼，毫不客气地说：带上他就是带上一个累赘，他连自己都照顾不好，到时候还得别人分心照顾他，万一走丢了怎么办？万一闯祸了怎么办？这是出去玩，不是出去扶贫的。家庭会议是在爷爷家开的，他这番话说出口，客厅里的气氛瞬间降到了冰点。我爸的脸涨得通红，气得嘴唇都在发抖。大姐，你说话别太过分了，小慈是我的女儿，她怎么样我心里有数，用不着你来操心。我过分，我这是为了大家好，为了爸妈的安全着想。你敢说你带她出去能100%放心？姑姑寸步不让，我爸被她问得一时语塞。确实，带我出门他们总是格外小心。我妈紧紧攥着我的手，手心冰凉，全是汗。她看着我，眼神里充满了担忧和无助。所有人都看着我，我能感觉到他们的目光里有同情，有为难，也有看戏。我清了清嗓子，大脑开始分析姑姑的话：累赘、走丢、闯祸、扶贫，这些词汇都指向一个结论，我不应该去。这是一个否定性的提议。我在一个游戏主播的直播间里正好学到了一个梗，当有人提出一个很蠢的建议时，网友们就用这个梗来回应。于是我对着所有人一字一句清晰地说道：这反耳啊，是个雷霆提议。这句话很怪，大部分人都没听懂，长辈们不知道，他们只听到了一些莫名其妙的词。沉重的气氛被我这句没头没脑的话打破了。几个年轻辈的正在上高中大学的表弟表妹，他们是懂这些网络黑话的，没忍住当场就笑出了声。表姐，你太牛了，哈哈哈！你的冲浪速度真是一点都没落下。这反耳啊，是个雷霆提议。他们的笑声不绝于耳，大人们虽然不懂，但看到孩子们笑了，那股剑拔弩张的劲儿也泄了。我姑姑像是蓄力一拳打在了空气上，脸色别提多难看了。她想发作，可我说的这句话，她连反驳的切入点都找不到。最后还是爷爷发了话，他重重的一拍桌子，做了最终决定。行了，都别吵了，出去玩，图的就是个一家人，开开心心，整整齐齐。小慈必须去，谁都不能少，谁要有意见就别去了。爷爷一锤定音，姑姑的阻拦再次以一种他无法预料的，甚至有些滑稽的方式宣告失败。他看着我，眼神里充满了怨毒和不解。他想不通，为什么我总能用这种风言风语化解他的攻势。我迎着他的目光，面无表情。其实我只是在陈述我的判断。他那个不让我去的提议，在我看来确实就是一个雷霆提议，仅此而已。游轮旅行最终还是成行了，一大家子人浩浩荡荡。在船上，姑姑依然没有放弃任何一个可以贬低我的机会。自助餐厅里，他会大声说：小慈，别拿那么多，吃不了浪费，多丢人。甲板上，他会拉着表哥周凯用英语和外国游客相谈甚欢，然后回头对我说：看见没，学好英语多重要，不像有的人跟个哑巴一样。我一概不予理会，我大部分时间都待在房间里或者在图书馆看书。游轮的图书馆很安静，藏书也多。我找到了一本关于逻辑学的入门读物，看得津津有味。书上说，逻辑是思维的规律，一个有效的论证需要有正确的前提和严密的推理。我好像有点明白了，姑姑的很多话前提就是错的。比如她说我吃不了浪费，但她并不知道我的食量。她说我像个哑巴，
但保持安静是我的选择，和会不会英语无关。他的论证漏洞百出。旅行的第5天，邮轮在公海举行了一场慈善拍卖晚宴，爷爷奶奶拿出那个之前给我的传家的玉镯，作为了拍品之一，所得款项将全部捐给海洋保护组织。这是一个出乎所有人意料的决定。姑姑当场就急了，把爷爷奶奶拉到一边，压低声音说：“爸妈，你们疯了！这镯子多值钱啊，怎么能说捐就捐了？”奶奶看着他，眼神平静。东西是死的，情分是活的。我们想用这个念想去做点有意义的事。那也不能这么草率啊，这至少要跟我们小慈那儿商量一下吧。姑姑还是不甘心，爷爷开口了，声音不大，但分量很重。这是我们的东西，我们有权处置。再说了，这是小慈本人提议的。姑姑猛地回头看我，我点点头。昨晚我去找了爷爷奶奶说话，我说我知道这个镯子给我本意是希望它能给我带来庇佑和福气，但现在它却成了家庭矛盾的导火索，让我承受了这么多非议。我觉得对不起爷爷奶奶的心意，所以我想把它捐出去，用一种更有意义的方式来延续这份祝福。他们同意了，因为我发现自从我得到这个镯子，姑姑对我的攻击就变本加厉。她对我来说不是庇佑，而是麻烦。逻辑学上说，要解决问题，就要找到问题的根源。这个镯子就是根源之一。拍卖晚宴上，玉镯作为压轴拍品登场，起拍价10万。现场的富商们很给面子，价格一路攀升。姑姑坐在我旁边，脸色阴沉的能滴出水来。她死死盯着那个镯子，眼神里全是贪婪和不舍。最终，镯子以88万的价格被一位香港的富商拍下。落锤的那一刻，我清晰地听到姑姑倒吸了一口冷气。她大概是在震惊那88万。拍卖师请捐赠者上台合影，爷爷奶奶拉着我一起上去。我站在台上，灯光有点刺眼，台下黑压压的都是人，我有点不知所措，只好盯着礼仪小姐手里那个已经不属于我的镯子。富商接过镯子，说了些感谢和赞扬慈善的话，然后他忽然看向我问道：“小姐，为什么会想到捐出它呢？”全场安静下来，我愣了一下，为什么？因为它是麻烦的根源，但好像不能这么说。我的大脑缓慢地想着更合适的词，最后我照实说了我想到的第一个理由，因为他让我姑姑很不高兴。台下静了1秒，随即响起一阵压低的笑声和窃窃私语。富商也愣了一下，随即哈哈大笑，对爷爷说：“令孙女真是率真可爱。”爷爷有点尴尬地笑了笑，奶奶却紧紧握了下我的手。我只是陈述事实，但不知道为什么这句话好像比任何漂亮的慈善口号都让人印象深刻。让姑姑彻底失控的是晚宴结束后发生的事。下台后，那位富商特意过来和爷爷奶奶多聊了几句。他说我的回答让他想起了他小时候，也是因为一句大实话闹过笑话。现在这样心思单纯的年轻人很少见了。他这么说，还给了爷爷一张名片，对爷爷说：“老先生，我们基金会最近在做一个关注特殊潜能青年的艺术培养计划，如果林小姐有兴趣，欢迎了解一下。”他说的很客气，但意思到了。姑姑就站在几步外，将这一切尽收眼底，脸上的肌肉开始不受控制的抽搐。她不能忍受千方百计想贬低、想证明不配的侄女，不仅让传家宝拍出了高价，还因此得到了一个真正上流人士的注目和认可。这和她拼命让儿子表演英语社交得来的几句敷衍恭维，根本不在一个层次上。几乎就在港商身影消失的瞬间，姑姑的理智也崩断了，她完全忘记了场合，一个箭步冲到爷爷奶奶面前，声音因为愤怒和委屈而尖利。妈，你们老糊涂了吗？一个傻子随口说捐，你们就真捐了88万啊！就这么白白做什么慈善？还聊什么培养计划？他配吗？你们是不是被他下了降头啊？还有你，他猛地转向我，手指几乎戳到我脸上，唾沫横飞。你装什么纯良？你就是心机深，知道自己笨，就用这种歪门邪道来哄老人开心，骗他们的东西。现在好了，镯子没了，钱也没落到自家口袋，你满意了？你是不是就见不得我们家小凯好，见不得你姑姑我舒坦？他的怒吼响彻走廊，之前慈善晚宴温馨庄重的气氛被破坏殆尽，其他宾客和服务员纷纷侧目。表哥周凯想拉他，却被他狠狠甩开。爷爷奶奶的脸色在他吼出下降头3个字时已经黑如锅底，看着他这副歇斯底里毫无体面，将内心的极度赤裸裸暴露在外的模样，爷爷的眼神里最后一点因为她是长女儿残留的容忍彻底熄灭了。奶奶气得浑身发抖，指着姑姑，半天才说出一句：“你这个孽障，我们林家怎么养出你这么个东西？”这件事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姑姑的屡次作妖，终于彻底引爆了爷爷奶奶积压已久的怒火。旅行回来后，爷爷召集了所有子女，开了一场前所未有的严肃的家庭会议。他当着所有亲戚的面，严厉地斥责姑姑：“老大，我们从小是怎么教育你的？要懂得友爱，懂得谦让。可你呢？你看看你在船上像什么样子？”爷爷的声音因为愤怒而颤抖。小慈是你的亲外甥女，她什么样我们都清楚，她只是反应慢一点，心眼实一点。她有伤害过谁吗？她有对不起你吗？你为什么就容不下她？就因为我们多补贴了他们家一点，那是因为他们家困难。你弟弟家刚买房的时候，我们不也一样补贴了吗？你的小凯要出国，我们不也拿钱了吗？我们什么时候偏过心？姑姑被骂得脸色惨白，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最后爷爷放出话来：“我今天把话撂在这儿，老大，
你要是再敢针对小慈一家，以后我们老两口的财产，你一分也别想拿到。我说到做到。这是姑姑的死穴，她可以不在乎亲情，但她不能不在乎钱。她彻底慌了。第二天，她就提着大包小包的礼物，和我姨父一起出现在了我家门口。她上演了一场声泪俱下的道歉大戏。一进门，她就拉着我妈的手，眼泪说来就来。弟妹，我对不起你，我对不起你们一家，我不是人，我被猪油蒙了心，被嫉妒冲昏了头脑，才做了那么多混账事。你打我吧，你骂我吧。我妈是个心软的人，哪里见过这阵仗，一下子就手足无措了。接着，她又一把抱住我，哭得更大声了。小慈，我的好外甥女，姑姑对不起你，姑姑混蛋，你原谅姑姑这一次好不好？姑姑以后再也不敢了，姑姑一定把你当亲生女儿一样疼。她抱着我，身上陌生的香水味熏得我有点不舒服，眼泪和鼻涕都蹭在了我的肩膀上。我爸妈在一旁，又是尴尬又是心软，他们劝我：小慈，算了，毕竟是你姑姑，她知道错了，你就原谅她吧。姑姑抬起头，用一双哭得红肿的眼睛，满怀期待地看着我。客厅里很安静，所有人都等着我表态。我看着她，觉得她这个道歉或多或少带着不情愿、不诚心的成分，不想说什么原谅，但是我不知道怎么说，只能缓缓地开口说：其实我的本意是想说我的身材很曼妙，来结束掉这场对话。但我的话还没说完，姑姑就像得到了赦免令一样，如释重负地松开了我。她立刻转向我爸妈，脸上还挂着泪，笑容却已经绽放。我就知道，小慈最善良了，她原谅我了。我爸妈也松了一口气，一场家庭风波似乎就此平息。我惊讶地瞪大了眼睛，只有我自己知道，我的话只说了一半。姑姑的道歉效果立竿见影，她开始频繁地来我家走动，每次都带很多东西，对我更是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热情。她会给我买新衣服，夸我穿什么都好看，她会打听我喜欢吃什么，下次来就带什么。她甚至开始研究网络热词，试图和我找到共同话题。小慈啊，这梗是什么意思啊？我爸妈对她的转变感到很欣慰，觉得她真的是改过自新了。只有我觉得有些不对劲，姑姑突然对我这么好，肯定不是她良心发现，而是她有别的目的。这个目的在1个月后浮出了水面。姑姑再次热情地组织了一场家庭聚餐，地点选在一家高档酒店，说是为了庆祝家庭和睦。饭桌上气氛融洽，酒过3巡，姑姑把话题引到了投资理财上。她故技重施，开始吹嘘表哥周凯。我们家小凯现在出息了，在一家金融公司上班，认识了不少能人。她满面红光，显得特别自豪。这不，他最近就从一个内部渠道拿到了一个理财项目，那个回报率说出来吓死你们。她神秘兮兮地伸出3根手指，年化30，保本保息。饭桌上响起一片吸气声。真的假的啊？现在哪有这么好的事？有人质疑。表哥周凯推了推眼镜，恰到好处地开口了。他用一种专业的口吻抛出了一大堆名词，故意不用通俗语言解释明白，听得一桌子人云里雾里。最后他总结道：这个项目名额有限，主要是针对我们公司的大客户，我看还有点额度，就想问问家里人有没有兴趣，毕竟有赚钱的机会，肯定要先想着自家人。他的话说得滴水不漏，姑姑立刻接上话，她看着我爸妈，眼神热切。弟妹，你们不是存了点养老金吗？放银行里利息才多少，还不够通货膨胀的。听我的，拿出来，跟着小凯一起投。这次大姐我保证，一定带着全家一起发大财，就当是弥补我犯下的错。他姿态放得极低，显得诚意十足。我爸妈心动了，他们一辈子省吃俭用，攒下的那点钱是他们的命根子，他们做梦都想让钱生钱。现在机会就摆在眼前，还是自己最信任的亲外甥介绍的。我爸端起酒杯，抿了一口，脸颊因为激动而微微发红。他看着我妈，眼神里是征询，也是期盼。我妈也有些犹豫，但看着姑姑和周凯那信誓旦旦的样子，她心里的天平也开始倾斜。那这个项目靠谱吗？我爸试探着问。叔叔，你就放心吧。周凯拍着胸脯保证，合同手续一应俱全，绝对正规。你要是投，我亲自给你办。就是啊，老三，姑姑在一旁敲边鼓，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过了这个村可就没这个店了。我爸被说得热血沸腾，他放下酒杯，似乎准备做出决定。就在这时，我啃完了一只鸡爪，把骨头吐在盘子里。姑姑说的一句话刚刚触发了我的记忆，那句话是带着全家一起发大财，这是一个关键词。我的记忆里存着关于这个关键词的另一段信息，那是在我很小的时候，大概7、8岁，我无意中听到爸妈在房间里吵架。我妈哭着说，当初要不是你信了大姐的话，说什么带着全家发大财，把家里的钱都投出去里，我们至于欠下这么多债吗？我爸当时颓然地坐在地上，一个劲地抽烟。那段记忆很模糊，但带着全家发大财这句话和还债这个结果被我的大脑牢牢地绑定在了一起，这是一个强关联。所以当姑姑再次说出这句话时，我的大脑自动启动了关联程序。我看着她，很认真的像一个求知的学生问出了我的问题。姑姑，你上次说要带全家发财，我爸妈帮你还了5年债，这次是要我家帮表哥还10年吗？姑姑和表哥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了，我没管他们，转头对我爸说，爸爸，网上说不能在同一个地方摔倒2次，你上次已经摔过了。我只是在陈述一个我学到的道理。我爸的身体猛地一震，他像是被人从头到脚浇了一盆冰水，所有的激动和幻想都在一瞬间破灭，眼神从迷茫到震惊，再到后怕，额上惊出了冷汗。那段被他刻意遗忘的屈辱的往事被我直接挖了出来。你胡说八道什么？姑姑终于反应过来，但明显底气不足。小孩子家懂什么？别在这儿瞎说。叔叔，你别听小慈的，
他脑子不清楚，在胡言乱语。这次跟上次不一样。可他们的辩解在此时此刻显得那么苍白无力。在座的亲戚里，有几个长辈是知道当年那件事的，他们看着姑姑母子的眼神都变了。爷爷一直没有说话，他端着酒杯，静静地看着这一幕，目光在姑姑、周凯和我爸妈身上来回移动，最后落在了我的身上。他的眼神很复杂，还有一丝我看不懂的欣慰。他久久没有说话，最后长长的叹了一口气，那一声叹息里是对他这个大女儿彻底的失望。他当众宣布要修改遗嘱，将原本留给姑姑的那一部分财产全部转化到我的名下，由律师监管。他说：“老大，这些年你一直觉得我们偏心，觉得小慈傻，觉得老三一家占了你的便宜。今天我才看明白，我们家最傻的不是小慈，而是你。你被钱蒙了心，连最基本的亲情和良知都丢了。我的钱不能给你，给你只会害了你。”姑姑彻底崩溃了，她瘫坐在椅子上，面如死灰。她所有的算计，所有的表演，在她以为最稳操胜券的一刻，被我这个她眼中最愚蠢的傻子用最简单的方式全部击碎。最终那场不欢而散的晚宴后，姑姑和表哥被爷爷赶出了家门。据说那个所谓的理财项目也很快因为非法集资而被查处，周凯也因此丢了工作。而我在回家的路上，靠在车窗上继续刷着我的短视频，屏幕上一个博主正在教一个新的梗，我觉得很有趣，就把它记了下来，为下一个能派上用场的时刻做着准备。姑姑和表哥被赶出爷爷家的那个傍晚，天阴沉沉的飘着细碎的冷雨。我坐在车里看着他们狼狈的背影，表哥低着头攥着拳头，姑姑则扶着墙一步一步挪着，高跟鞋陷在路边的泥水里，沾了满脚的污渍。我靠在车窗上刷着短视频，新的梗在屏幕里跳出来，我跟着念了2遍，记在心里。爸妈坐在前排沉默着，车里只有空调微弱的风声，他们大概还没从刚才的震惊里缓过来。我爸握着方向盘的手松了又紧，我妈时不时回头看我，眼神里有心疼也有释然。我冲她眨了眨眼，举起手腕晃了晃，那里没有了玉镯，却干干净净的很舒服。回到家后，我爸把自己关在书房待了很久，我妈坐在客厅摘菜，眼泪一滴一滴落在青菜上。我搬了小凳子坐在她身边，学着她的样子把菜叶一片片捋平。我妈摸了摸我的头，指尖带着温热的水汽。我知道她在难过，也在庆幸难过亲情走到这一步，庆幸我戳破了那个差点吞掉全家的骗局。我把刚记的心梗说给她听，她愣了愣，然后捂着嘴笑出了声，眼泪还挂在脸上，却笑得格外轻松。第二天一早，小区里的晨风吹得窗户轻轻响，我起床去楼下买早餐，豆浆的热气裹着油条的香飘了整条街。刚走到单元门口，就看到姑姑蹲在花坛边，头发乱糟糟的，眼睛肿得像核桃。她看到我，立刻站起来扑过来，我往后退了一步，躲开她伸过来的手。她的手僵在半空，脸上堆着勉强的笑，语气放得无比轻柔。小慈，姑姑知道错了，你再给姑姑一次机会好不好？我看着她，认真回想她做过的事，造谣我精神有问题，跑到奶茶店逼店长辞退我，邮轮上诋毁我，骗我爸妈投非法集资，这些事像一串珠子，在我脑子里慢慢串起来。我张了张嘴，说出了最直白的话：你坏。姑姑的脸瞬间涨得通红，她没想到我会说得这么直接，一点情面都不留。她试图拉我的胳膊，我又往后退了2步，保持着安全的距离。小区里晨练的邻居渐渐多了，有人认出我们是亲戚，站在一旁偷偷看。姑姑的眼神开始慌乱，她压低声音：小慈，我们回家说，别在这儿让人看笑话。我摇摇头，指着她的脸：你笑不出来。这句话说完，姑姑的眼泪终于掉了下来。她不是愧疚，是气急败坏又无可奈何。她知道我不会像以前一样被她拿捏，也知道我会直白说出所有真相。她站在原地哭了几分钟，最后狠狠瞪了我一眼，踩着高跟鞋狼狈地跑了。我看着她的背影，拿起手机给我妈发了消息：姑姑来了，走了。我妈很快回了电话，声音里满是紧张，问我有没有事。我咬着油条，慢悠悠地说：我没事，我很曼妙。接下来的几天，姑姑没再敢来我家，倒是亲戚群里渐渐有了消息，说表哥工作的金融公司被查了，非法集资的事闹得很大。表哥不仅丢了工作，还被列入了失信名单，以后坐高铁、坐飞机都受限制。姑姑到处托人找关系，想帮表哥摆平事情，可之前围着他的亲戚，现在都躲得远远的，没人愿意沾这滩浑水。有人在家族群里隐晦地提起当年的事，说姑姑早就有过骗家人钱的前科，只是大家碍于情面没说破。这次算是彻底栽了。我依旧过着自己的小日子，周一到周五去学校上课，周末去奶茶店兼职。我的脑子转得慢，上课的时候要比别人更专注，老师讲的知识点我会一遍一遍记在笔记本上，用最简单的逻辑梳理清楚。逻辑学的课我听得最认真，书上说的前提和推理我慢慢能对应到生活里。姑姑说的所有话前提都是偏心和嫉妒，所以她的所有结论都是错的。这个道理我越想越明白。奶茶店的生意越来越忙，店长见我做事细心稳妥，把收银和库存核对的工作全都交给了我。我每天下班前会把当天的营收一笔一笔算清楚，物料的进出也记得分毫不差。店里的兼职同事都喜欢和我搭班，说和我一起干活最省心，不会出任何差错。有顾客不小心落了手机和钱包，都是我第一时间发现收好，等顾客回来取的时候都会不停道谢。店长总说小慈是店里的定心丸，有你在我放心。发兼职工资的那天，我拿着钱去了商场，给我爸挑了一条真皮皮带，扣头是简单的银色，低调又耐用。给我妈选了一支豆沙色的口红，颜色温柔显气色。还给爷爷奶奶买了2盒软糯的糕点，是他们爱吃的口味。回家的路上，我把礼物拎在手里，脚步轻快的像踩在云朵上。我爸接过皮带，当场就系在了腰上，对着镜子照了又照，嘴角扬得老高。我妈涂上口红，拉着我拍了好多照片，发在
家族群里，配文说我的女儿长大了。爷爷奶奶知道我用兼职钱买了礼物，特意让我周末去家里吃饭。奶奶炖了我最爱喝的排骨汤，汤里放了玉米和萝卜，香的我连喝了3碗。爷爷坐在我身边，给我夹了一块最大的排骨，他看着我，眼神里满是疼爱。小慈，你不是傻，你是太实在，实在人不吃亏。以后不管遇到什么事，都按自己的心意来，不用管别人说什么。我点点头，把排骨嚼得香香的，然后认真说：爷爷，我很曼妙。爷爷被我逗得哈哈大笑，笑声震得客厅的吊灯都轻轻晃。周末的家庭聚餐，除了姑姑和表哥，其他亲戚都来了。叔叔家的弟弟妹妹围着我，问我各种网络梗的意思，说我是家族里的冲浪达人。以前那些带着同情和看热闹的目光，全都变成了亲近和喜欢。亲戚们会主动和我爸妈聊天，问我的学习和兼职情况，语气里满是真诚的夸赞，说我懂事能干，说我爸妈养了个好女儿。我妈坐在人群里，腰杆挺得笔直，脸上的笑容从来没断过。我知道她终于不用再为我低头，不用再为我承受别人的议论。姑姑还是不甘心，她找了爷爷奶奶好几次，哭着闹着求他们原谅，求爷爷不要修改遗嘱，说自己以后一定改过自新，好好对待家人。爷爷奶奶只是冷冷地看着他，不说话也不松口。奶奶说：当初你怎么对小慈的，我们都看在眼里，伤了的心不是几句道歉就能补回来的。爷爷说：遗嘱我已经让律师拟好了，不会再改，你好自为之。姑姑见求不动爷爷奶奶，又把主意打到了我身上。那天我放学刚走出校门，就被姑姑堵在了路口。她手里拎着一个新款的书包，一看就是很贵的样子。她把书包往我怀里塞。小慈，这是姑姑给你买的书包，你喜欢吗？姑姑以后天天给你买东西，你跟爷爷说，让他别改遗嘱好不好？我把书包推回去，书包掉在地上，拉链开了，里面的文具散了一地。我看着她，一字一句地说：我不要，你骗人。姑姑的脸一下子垮了，她蹲在地上捡文具，手都在抖。周围的同学路过，都好奇地看着我们。我不想被围观，转身就走。姑姑在我身后喊：林心慈，你别后悔。我没回头，也没把她的话放在心上。我知道她只会说狠话，做不出什么真正伤害我的事，因为爷爷奶奶护着我，爸妈护着我，连店里的同事和学校的老师都觉得我是个好孩子。她的恶意就像打在棉花上的拳头，永远落不到实处。回到家后，我把这件事告诉了爸妈，我爸气得要去找姑姑理论，被我和我妈拦住了。我说：不用理他，他闹够了就会停。我妈抱着我说：我的小慈真的长大了，会自己处理事情了。学校组织了逻辑思维竞赛，我抱着试试的心态报了名。老师觉得我很特别，说我虽然反应慢，但逻辑格外清晰，适合参加这类比赛。备赛的日子里，我每天都泡在图书馆里做逻辑题，梳理推理过程，遇到不懂的地方就去问老师，老师总会耐心的给我讲解。慢慢的，我能轻松解开很多复杂的逻辑题，也能一眼看出别人话里的漏洞，就像看姑姑的话一样，一眼就能看到底。竞赛那天，考场里很安静，笔尖划过试卷的声音格外清晰。我一道题一道题慢慢做，不慌不忙，把每一个前提都理清楚，每一步推理都写得明明白白。交卷的时候，我心里很踏实，知道自己发挥得很好。几天后成绩出来，我竟然拿了2等奖。学校在公告栏里贴了获奖名单，我的名字旁边写着逻辑思维竞赛2等奖。同学们都围过来看，纷纷向我道贺。我看着自己的名字，嘴角忍不住上扬。我拿着获奖证书回家，全家人都为我高兴。爷爷奶奶特意摆了一桌庆功宴，把所有亲戚都请了过来，唯独没叫姑姑和表哥。饭桌上，爷爷举起酒杯，对着所有亲戚说：我们家小慈不是脑子不好，是大智若愚，他看得透人心，守得住本心，比很多聪明人都强。以后谁再敢欺负小慈，就是和我老头子过不去。亲戚们纷纷点头，举杯祝我越来越好。我捧着获奖证书，心里暖暖的，原来我也可以很优秀。姑姑得知我拿了奖，又得知爷爷彻底断绝了和他的往来，终于彻底崩溃了。他跑到爷爷家楼下大闹，说爷爷奶奶偏心，说我抢了他的财产，说我是故意装笨算计他。邻居们都被他吵得出来看热闹，有人拿出手机拍视频，有人在一旁议论纷纷，说他贪得无厌，说他自作自受。爷爷听到动静，打开窗户，冷冷地说：你再闹，我就报警了。姑姑被爷爷的气势吓住了，再也不敢撒泼，灰溜溜地走了。从那以后，他再也没出现在我们的生活里。表哥的日子也不好过，失信名单让他找不到好工作，只能去打零工，赚的钱勉强够糊口。以前围着他的朋友全都离他而去，他终于体会到了什么叫众叛亲离。偶尔在街头碰到，他会低着头匆匆走过，不敢看我，也不敢看我的家人。我知道他和姑姑一样，终于为自己的自私和贪婪付出了代价。夏天的时候，我放了暑假，奶茶店的兼职依旧在做，店长给我涨了工资，还说等我毕业可以直接来店里做正式的店长助理。我笑着答应了，觉得这份工作很适合我，安稳又踏实。暑假里，我陪着爷爷奶奶去公园散步，陪着爸妈去超市买菜，陪着弟弟妹妹去游乐场玩，日子过得平淡又幸福。我不再刻意记网络梗，因为我已经能用自己的逻辑应对所有的事情。有一天，我刷短视频的时候，又刷到了当初那个教梗的博主。博主说，真正的强大不是靠梗化解尴尬，而是靠自己的内心站稳脚跟。我看着这句话，忽然就懂了。以前我用梗是因为脑子转得慢，不知道怎么回应别人的恶意。现在我不用梗，也能直白地说出自己的想法，也能看清别人的用心，这就是成长。我对着屏幕笑了笑，然后关掉了视频。秋天来临的时候，树叶慢慢变黄，一片片落在地上。我走在铺满落叶的路上，脚步平稳，心里安稳。我不再在意别人说我夸宽，不再在意别人说我笨，不再在意别人的指指点点。我知道自己的身材很曼妙，知道自己的心思很纯粹，知道自己的家人很爱我，知道自己的生活很美好，这些就够了。爸妈的脸上再也没有了往日的忧愁，每天都开开心心的。我爸
会主动陪我妈去跳广场舞，我妈会每天给我做爱吃的饭菜。爷爷奶奶的身体也很硬朗，每天遛弯养花，日子过得悠闲自在。亲戚们相处和睦，再也没有了勾心斗角，整个家终于回到了最温暖的样子。偶尔想起姑姑和表哥，我心里没有恨，也没有怨，只是觉得可惜他们被金钱和嫉妒蒙蔽了双眼，丢掉了最珍贵的亲情。可惜他们永远不懂，简单纯粹的生活才是最幸福的。周末的午后，阳光透过窗户照进屋里，暖融融的。我坐在沙发上看书，看的还是那本逻辑学入门读物，书上的文字现在读起来格外易懂。我妈端着水果走过来，放在我面前，我拿起一块苹果，咬了一口，甜丝丝的。我妈看着我，温柔地说：“小慈，你永远是妈妈最棒的女儿。”我抬起头看着她，认真地说：“妈妈，我很曼妙。”我妈笑了，笑容像阳光一样温暖。窗外的风轻轻吹着，树叶沙沙作响，家里的一切都安静又美好。我知道往后的日子，我会一直这样简单、纯粹、快乐地走下去，不用迎合别人，不用伪装自己，做最真实的林心慈。我放下书，走到窗边，看着楼下玩耍的孩子，看着散步的老人，看着来来往往的行人，心里满是平静。我抬手摸了摸自己的脸颊，嘴角扬起浅浅的笑。我很曼妙，一直都是。寒假的风裹着冬日的寒意，吹在脸上带着轻轻的凉。我依旧每天按时去奶茶店兼职。清晨的街道行人稀少，早餐铺的热气在风里打着旋。我踩着固定的步调走到店门口，掏出钥匙打开店门，先把灯光一盏盏点亮，再把桌椅擦得干干净净，等待第一波早班的顾客。店长比往常更早到店里，手里拎着一个崭新的笔记本，封面是干净的浅青色。他把本子递到我手里，小慈，从今天起，店里的新品研发记录交给你。我接过本子，指尖触到光滑的纸页，心里泛起淡淡的欢喜。我知道这是店长对我的信任。新品的试喝环节定在每周3下午，我会把每一款新品的口感、甜度、配料一字一句记在笔记本上，字迹不算好看，但每一笔都写得格外认真。顾客试喝后的反馈，我也会分类整理清楚，哪些口味受欢迎，哪些需要调整，一目了然。有一款柠檬茉莉茶是我提议调整的，我把甜度降低2度，再加入少许蜂蜜中和酸涩。推出后连续1周成为销量榜首。店长在周会上特意表扬我，说我心思细腻，总能捕捉到顾客最在意的细节。同事们围着我笑，说我是店里的隐藏配方师。我把新品大卖的消息告诉爸妈，我妈特意炖了银耳莲子羹，装在保温桶里送到店里，给我和店长还有同事们分着喝。我爸则去五金店给店里换了新的防滑垫，怕我在后厨走动时滑倒，他们用自己的方式为我的小成就感到开心。学校放寒假前，逻辑社团的老师找到我，希望我能担任社团的助理，负责整理竞赛题库和活动资料。我看着老师真诚的眼神，轻轻点了点头。社团的活动是在教学楼3楼，靠窗的位置阳光充足。我每天放学后都会去待上1小时，把题库按难度分类，把活动流程梳理得清清楚楚。社团里的同学大多思维敏捷，说话语速很快，我跟不上的时候，就会把问题写在纸上，慢慢思考再给出答案。他们从不催促我，反而会耐心等我理清思路。有人说和小慈交流很安心，他从不说空话，每一句话都经过认真思考。爷爷奶奶知道我在社团帮忙，特意去集市买了新鲜的核桃，说多吃核桃能让脑子更灵活。他们把核桃剥好壳，装在透明的玻璃罐里，让我每天带一罐去学校。我把核桃仁放在口袋里，课间的时候吃一颗，淡淡的清香在嘴里散开。周末我会陪着爷爷奶奶去社区医院体检，医生说2位老人身体硬朗，各项指标都很正常，只要保持心情舒畅，注意饮食作息就好。奶奶拉着医生的手不停道谢，爷爷则拍着我的肩膀说都是小慈照顾得好。体检结束后，我们去附近的公园散步，公园里的腊梅开得正盛，淡黄色的花瓣裹着清香，飘在空气里。奶奶坐在长椅上，我帮她揉着肩膀，爷爷在一旁打太极，动作缓慢又舒展。阳光落在我们身上，暖得让人不想动弹。社区里的老人都认识我，知道我是爷爷奶奶最疼的孙女，他们会笑着和我打招呼，夸我懂事孝顺，夸我爸妈教得好，我会一一回应，语气平淡又真诚，不再像从前那样不知所措。姑姑和表哥的消息偶尔会从亲戚口中零星传来，表哥在快递站做分拣员，每天起早贪黑，赚的钱只够勉强糊口。因为失信记录，他连租房都处处受限，只能住在老旧的城中村。姑姑四处找亲戚借钱，想帮表哥重新找工作，还想凑钱偿还非法集资的欠款。可亲戚们都被他当年的做法伤透了心，没有人愿意伸出援手，有人直接关上家门，有人在电话里明确拒绝。他再也没有了当年的嚣张气焰。有一次我在超市买菜，恰巧碰到姑姑，她推着空荡荡的购物车，头发枯黄，衣着朴素，和从前精致的模样判若两人。她看到我，眼神躲闪了一下，低下头匆匆转身离开，没有上前搭话，也没有再露出恶意。我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货架尽头，心里没有丝毫快意，也没有怨恨，只是觉得有些唏嘘。她一辈子争强好胜，被金钱和嫉妒困住，最后输掉了亲情，也输掉了自己的生活。寒假过半，我接到了一个陌生的来电，电话那头是温和的男生，自称是香港富商基金会的工作人员。他们看到了我之前在邮轮晚宴上的发言，想邀请我参加特殊潜能青年艺术培养计划。我握着手机，大脑慢慢梳理信息，特殊潜能、艺术培养这些词我不太熟悉，但我知道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我把电话内容原原本本告诉爸妈，他们激动得手足无措，连连说一定要去。基金会的线下说明会在市区的文化中心举行，爸妈陪着我一起前往。会场布置的简洁温馨，墙上挂着很多青年艺术家的作品，有绘画，有手工，有摄影，每一件都带着独特的灵气。负责人见到我，笑着和我打招呼，他说我的率真和纯粹正是艺术最需要的特质。他还说反应慢从来不是缺陷，反而能让人更专注地感受世界。说明会上，我第一次系统接触绘画，老师给每个人发了画板和颜料，让我们画出自己心里最温暖的场景。我握着画笔，指尖有些僵硬。
生硬，但脑海里清晰浮现出家人的模样。我画了客厅的场景，奶奶在织毛衣，爷爷在看报纸，爸妈坐在沙发上笑，窗外的阳光斜斜照进来，落在地板上。我一笔一笔慢慢画，不赶时间，不追求技巧，只把心里的画面如实呈现。老师走到我身边，静静看着我的画，良久之后轻轻点头。他说：“这幅画没有华丽的技巧，却藏着最动人的真诚，这是最难得的艺术天赋。”我顺利加入了艺术培养计划，每周六上午去上课。绘画老师很有耐心，从握笔、调色、构图一点点教我。我学得很慢，但格外认真，每一个步骤都反复练习，直到熟练掌握。画室里很安静，只有画笔划过画布的声音。我常常一坐就是一上午，忘记时间，忘记疲惫，沉浸在色彩和线条的世界里。画画的时候，我的大脑格外清晰，所有的杂念都消失不见，只剩下眼前的画布。基金会为我们准备了专用的画具，还有独立的练习空间。一起学习的伙伴都很友善，他们知道我的情况，从不会催促我，也不会嘲笑我。我们会互相分享作品，互相鼓励进步。我把第一幅完整的绘画作品带回家，全家人围在一起观看。奶奶摸着画布上的颜料，眼眶微微发红。我爸拿出相框，小心翼翼把画装起来，挂在客厅最显眼的墙上。来家里做客的亲戚看到画，都忍不住夸赞，说我有绘画天赋，说画里的温暖能感染人。我妈听着这些赞美，脸上的笑容从未停下。她终于可以骄傲地向所有人介绍我。春节渐渐临近，家里开始置办年货。我跟着爸妈去超市，推着购物车穿梭在货架之间，挑春联、挑糖果、挑坚果，每一样都仔细挑选。爷爷奶奶在家打扫卫生，擦窗户、贴窗花，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红色的窗花贴在玻璃上，映得整个屋子都喜气洋洋。家族聚会定在除夕当天，地点依旧在爷爷家，所有亲戚都准时到场，每个人脸上都带着笑容。厨房里热气腾腾，饭菜的香味飘满整个屋子。饭桌上，大家聊着一年的生活，聊着工作，聊着学习，没有人在提不愉快的往事，没有人在刻意贬低别人。叔叔给我夹菜，姑姑家的亲戚也主动和我打招呼，语气真诚又温和。爷爷举起酒杯，声音洪亮，他说：“一家人最重要的是和和气气、平平安安，过去的恩怨都翻篇，往后的日子要互相扶持。”所有人都举杯响应，酒杯碰撞的声音清脆悦耳。我看着满桌的亲人，看着一张张温和的笑脸，心里满是安稳。曾经让我害怕的家庭聚会，如今变成了最温暖的团圆。新年的钟声敲响时，窗外响起烟花的声音，五颜六色的烟花在夜空绽放，照亮了整片天空。我站在阳台上，和家人一起看烟花，心里默默许愿，希望家人永远健康平安。新年过后，我迎来了新的学期，课程比上学期更紧张。我每天按时上课，认真记笔记，逻辑学的成绩稳居班级前列。老师常常拿我的作业当作范本，让全班同学参考。奶茶店的兼职依旧在继续，店长把更多管理权交给我，从员工排班到物料采购，都让我参与决策。我慢慢学会了统筹安排，把店里的事务处理得井井有条。有一天，店里来了几位以前的高中同学，他们曾经在背后嘲笑我笨，嘲笑我反应慢，如今看到我穿着奶茶店的工服，熟练地点单收银，眼神里充满了惊讶。他们点了饮品，坐在角落偷偷打量我，我没有回避，也没有尴尬，照常为他们送上饮品，语气平静，态度自然。其中一个同学忍不住开口，问我现在的学习和生活。我如实回答，不夸大，不自卑，简单讲述自己的日常。他们听后沉默良久，最后轻声说了一句抱歉，为当年的不懂事道歉。我摇摇头，表示不在意。那些嘲笑和偏见曾经让我难过，但如今已经无法影响我。我知道自己的价值，不需要别人的认可来证明。春天来临的时候，画室组织了一场小型画展，我们每个人都拿出自己最满意的作品，挂在展厅里供人参观。我的画作夹被放在展厅中央的位置。开展当天，很多人驻足在我的画前，有人说从画里看到了温暖，有人说感受到了纯粹的幸福。基金会的负责人特意过来夸奖我，说我用画笔诠释了最珍贵的亲情。港商爷爷也特意来到画展现场，他站在我的画前看了很久很久，他拍着我的肩膀说我没有辜负这份善意，没有辜负自己的内心。他还告诉我，基金会愿意继续资助我学习绘画，直到我完成自己的艺术梦想。我看着他慈祥的面容，认真地道了谢。画展结束后，我收到了很多观众的留言，有人写下鼓励的话语，有人写下自己的感受。我把这些留言收集起来，放在专门的盒子里，当做最珍贵的礼物。姑姑在画展结束后的第3天，找到了画室门口，她头发凌乱，神情憔悴，看到我就哭着跪下，求我帮他求爷爷修改遗嘱，求我资助表哥还债。我看着她卑微的模样，没有心软也没有同情，我一字一句地告诉她，路是自己选的，后果要自己承担，我不会帮他，也不会替他求情。她还想继续纠缠，画室的保安走了过来，他害怕被人围观，只能站起身，狠狠瞪了我一眼，一步3回头的离开。这是他最后一次出现在我的生活里。从那以后，再也没有人见过姑姑和表哥，听说他们离开了这座城市，去了陌生的地方谋生，再也没有和家族里的任何人联系。夏天到来时，我结束了大2的课程，期末考试全部顺利通过，逻辑学拿到了满分，绘画也得到了基金会的专业认证。奶茶店店长正式任命我为店长助理，负责门店的日常运营，工资涨了整整1倍。我用第1个月的助理工资给家里换了全新的冰箱和洗衣机，旧的家电用了很多年，噪音大又耗电。新家电送到家的那天，爸妈围着家电看了又看，脸上满是惊喜。他们说，我的女儿真的长大了，能为家里分担了。爷爷奶奶知道我升职加薪，特意做了我最爱吃的红烧肉。
满满一大盘，香气扑鼻。我吃着红烧肉，看着家人开心的模样，觉得所有的努力都值得。暑假里，我把大部分时间用在绘画上。画室的老师带我去户外写生，去公园，去湖边，去山林，感受自然的色彩和光影。写生的时候，我常常坐在原地很久，慢慢观察，慢慢描绘。风吹过树叶，阳光落在枝头，小鸟落在肩头，一切都安静又美好。我画了湖边的垂柳，画了山林的落日，画了公园的花海，每一幅作品都带着自然的灵气。老师说我的绘画技巧越来越成熟，风格也越来越鲜明。基金会把我的户外写生作品发布在官方平台上，获得了很多网友的点赞和评论。有人说我的画治愈人心，有人说从画里看到了平静的力量。我不再刻意记网络梗，也不再用梗来应对所有问题。我学会了用自己的语言，直白的表达想法，清晰的表明态度。有人问我为什么不再说我的身材很曼妙？我笑着回答，我一直都很曼妙，不用反复强调。我知道曼妙从来不只是身材，更是内心的纯粹，是做事的专注，是面对恶意的坦然，是守护家人的坚定。开学前的周末，全家人一起去郊外野餐，爸妈准备了零食和水果，爷爷奶奶带着野餐垫和风筝，我带着画板，想把这美好的画面画下来。郊外的草地绿油油的，野花星星点点开在草丛里，风筝在天空中飞得很高，线轴在爷爷手里慢慢转动。奶奶坐在野餐垫上，笑着看天上的风筝，我坐在一旁画画，把家人的笑容，把蓝天白云，把草地风筝全都画在画布上。风轻轻吹过，发丝拂过脸颊，心里满是幸福。野餐结束后，我们一起去看夕阳，落日把天空染成橘红色，云朵镶着金色的边，一家人手牵手走在小路上，影子被拉得很长很长。我看着身边的家人，看着他们温和的笑容，心里充满了安全感。曾经我因为反应慢而自卑，因为别人的恶意而无措，如今我被爱包围，被信任包裹，我不再害怕别人的评价，不再在意别人的眼光。我知道自己的珍贵，知道自己的独特，知道自己值得所有的美好。新学期开始后，我一边学习专业课，一边深耕绘画，一边打理奶茶店的事务，日子过得充实又忙碌。逻辑社团组织了校园巡回讲座，我作为助理参与筹备，从场地布置到流程安排，都做得一丝不苟。讲座当天，现场坐满了同学，气氛热烈又有序。讲座结束后，很多同学过来和我交流，问我学习逻辑的方法，问我平衡学习和生活的技巧，我耐心的一一解答，用最简单的语言讲清楚复杂的道理。奶茶店迎来了周年庆，我策划了全场优惠和新品试吃活动，提前1周准备物料，培训同事。活动当天，店里挤满了顾客，营业额创下历史新高。店长激动地握着我的手，说我是店里最得力的助手，说没有我就没有店里今天的成绩。同事们也围着我欢呼，说我是最靠谱的伙伴。我把周年庆的照片发给家人，家族群里瞬间被祝福刷屏，亲戚们都为我感到骄傲，纷纷为我点赞。深秋的时候，我的绘画作品入选了市级青年艺术展，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如此正式的展览。收到通知的那一刻，我激动得说不出话。爸妈陪着我去布展，工作人员小心翼翼地把我的作品挂在展厅，灯光落在画布上，色彩格外柔和。我站在作品前，心里满是忐忑又满是期待。开展当天，很多艺术界的前辈来到现场，他们在我的作品前驻足，给出了很高的评价，说我的作品有温度有灵魂，是难得的真诚之作。电视台的记者也来采访我，问我创作的灵感来源。我看着镜头，平静地回答，我的灵感来自家人，来自爱，来自平凡生活里的温暖。采访播出后，很多人认识了我，认识了这个反应慢却格外专注的女孩。有人给奶茶店留言，说想来看看我，想喝我做的饮品。我依旧保持着原本的生活节奏，不骄不躁，不慌不忙，认真上课，认真画画，认真做好每一份工作。爷爷把我的参展证书和逻辑竞赛获奖证书一起装在精致的相框里，挂在客厅最显眼的位置。每次有客人来，他都会骄傲地介绍，这是我的孙女。奶奶则每天给我准备营养3餐，变着花样做我爱吃的饭菜。她说我的身体好，才能更好地学习和画画。爸妈的脸上再也没有了往日的担忧和自卑，他们走路腰杆笔直，说话底气十足，逢人便夸自己的女儿。曾经那些看不起我们家的人，如今都主动示好；曾经那些嘲笑我的人，如今都充满敬佩。但这些都不再重要，我不在乎别人的追捧，也不在乎别人的贬低，我只在乎家人的健康，只在乎自己的成长，只在乎生活里的小美好。冬天再次来临的时候，我已经能熟练应对所有事情，能独立处理奶茶店的危机，能完成复杂的逻辑推理，能画出打动人心的作品。基金会为我举办了个人作品分享会，邀请了很多艺术爱好者和家人参加。分享会上，我站在台上，没有紧张，没有怯场，我慢慢讲述自己的故事，讲述自己的成长，讲述家人的爱，讲述绘画带给我的力量。台下的人静静聆听，不时响起热烈的掌声。港商爷爷也来到现场，他为我颁发了特殊潜能青年荣誉证书，说我用行动证明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光芒。分享会结束后，家人围在我身边，脸上满是骄傲和欣慰。我看着他们，心里默默说，我没有让你们失望。跨年的那天晚上，我和家人一起守岁，电视里放着跨年晚会，桌上摆着零食和水果，爷爷奶奶靠在沙发上渐渐睡着，我坐在一旁，看着熟睡的家人，看着窗外的烟花，心里满是平静。这一年，我成长了很多，收获了很多。我不再是那个只会用梗化解尴尬的女孩，我有了自己的思想，自己的热爱，自己的光芒。我知道未来的路还很长，会有新的挑战，会有新的困难，但我不再害怕，因为我有家人的爱，有自己的坚持，有专注的力量，有纯粹的内心。我依旧会慢慢走，慢慢思考，慢慢成长，不迎合，不伪装，不妥协。我会一直坚守自己的本心，认真对待每一件事，真诚对待每一个人。我会继续画画，继续学习，继续守护我的家人。我会永远记得，我很曼妙，
不是因为身材，而是因为我是独一无二的林心慈。新年的第一缕阳光透过窗户照在脸上，暖融融的。我睁开眼睛，对着阳光轻轻笑。新的一年，新的开始，我会带着爱与勇气，一直往前走，走到更远的地方，看到更美的风景。我的故事还在继续，没有终点，只有无尽的温暖与希望。初春的细雨落在枝头，润绿了刚冒芽的柳丝。我踩着湿润的石板路走向奶茶店，衣角沾了细碎的雨珠，清凉又温柔。店里新换了浅色系的软装，米白的窗帘，淡绿的桌布，配上窗边的小盆栽，整个空间都透着清新。店长把季度运营方案交给我，让我独立梳理调整。我坐在靠窗的位置，一笔一笔核对数据，梳理客流高峰与物料配比。我发现午后3点到5点是学生客流低谷，便提议推出学生专属下午茶套餐，搭配低价小食与半价饮品。方案试行第1周，低谷时段的营业额提升了30%。店长笑着拍我的肩膀，说我天生就懂经营。我把赚来的额外提成给爷爷奶奶买了恒温泡脚桶，给爸妈换了柔软的乳胶枕。他们收到礼物时，眉眼都弯成了月牙。绘画画室迎来了新的教学主题，家庭与烟火气。老师让我们描绘最熟悉的日常场景。我画了清晨的厨房，妈妈系着围裙煮豆浆，蒸汽模糊了玻璃窗，阳光斜斜切进屋内。这幅画被老师选为课堂示范作品，挂在画室最显眼的墙面。伙伴们围过来看，都说画里藏着最踏实的幸福。基金会的老师告诉我，我的作品被选入全国特殊青年艺术巡展，将在6个城市陆续展出。我听到消息时没有狂喜，只是静静坐在画室里，把画笔擦干净放好，内心满是平静的笃定。爸妈得知后连夜包了饺子，韭菜鸡蛋馅是我最爱吃的口味，热气裹着香气飘满整个屋子。爷爷奶奶把家里的客厅重新布置，腾出一面墙，专门用来挂我的获奖证书与展出通知。社区居委会找到我，想邀请我担任社区公益绘画小老师，教留守的小朋友画画。我犹豫了片刻，担心自己反应慢教不好孩子们。居委会阿姨说，你的耐心与专注就是最好的教学方式。第一堂公益课定在周6上午，我提前半小时来到社区活动室，把画纸、彩笔、橡皮一一摆好。孩子们陆陆续续到来，怯生生地看着我，眼神里满是好奇与期待。我蹲下身，和他们平视，慢慢教他们握笔，教他们画最简单的太阳与小花。我说话语速很慢，每一个步骤都重复3遍，直到每个孩子都能跟上节奏。有个小男孩不敢下笔，我握着他的小手，一起画出第一朵向日葵。下课的时候，孩子们围着我，把画好的作品塞到我怀里，叽叽喳喳地说喜欢小慈老师。我看着手里5颜6色的画，心里软成一汪春水。原来需要被信任，是这样温暖的感觉。社区把孩子们的作品贴在公告栏，旁边附上我的介绍，路过的居民都会停下脚步，轻声夸赞。学校的逻辑学科迎来省级选拔赛，老师推荐我代表学校参赛。我每天放学后泡在图书馆，刷历年真题，梳理逻辑框架，把每一种题型都吃透。我的笔记写满了3个笔记本，字迹工整，条理清晰。老师说我的逻辑思维已经远超很多同龄学生。比赛当天，我穿着干净的白衬衫，平静地走进考场。没有紧张，没有慌乱。试卷上的题目看似复杂，但我能快速抓住核心前提，一步步推理出正确答案。交卷走出考场，阳光正好落在肩头，我抬头看了看天空，云朵慢悠悠地飘着。1周后成绩公布，我拿到了省级逻辑竞赛1等奖，是学校有史以来第一个省级1等奖。校长亲自在全校大会上表扬我，把获奖证书递到我手里。台下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同学们围过来道贺。曾经嘲笑我的人，此刻眼里只剩敬佩与友善。我把1等奖证书带回家，爷爷把它装在最大的相框里，挂在客厅正中央。奶奶杀了家里养的土鸡，炖了满满1锅汤，香味飘出窗外，引得邻居都过来打听。家族群里炸开了锅，亲戚们纷纷发来祝福、红包与赞美刷屏。叔叔家的弟弟妹妹说要以我为榜样，认真学习，专注做事。我看着屏幕上的消息，轻轻回复，我只是慢慢走，慢慢做。奶茶店的生意越来越红火，店长向总公司推荐我成为区域储备店长。总公司派人来考察，看了我做的运营方案，看了店里的整洁秩序，当场给出通过的结论，我成为了区域最年轻的储备店长，负责3家门店的运营指导。我把工作流程整理成手册，一字一句写得清楚明白，方便其他店员学习参考。同事们都说跟着小资店长干活，踏实又安心，从来不会出纰漏。夏日的阳光热烈灿烂，基金会组织我们去海边写生。我第一次看到辽阔的大海，海浪一层一层卷上沙滩，海鸥在天空盘旋。我坐在礁石上，从清晨画到傍晚，把蓝天、碧海、白浪、沙滩全都定格在画布上。这幅海边写生作品被巡展主办方选为封面作品，印在宣传册与海报上。港商爷爷特意来到海边看我写生，他说我的画里有最干净的灵魂。他邀请我去香港参加艺术交流活动，看看更大的世界，接触更多优秀的艺术家。我把这件事告诉家人，他们一致支持我，让我放心去开阔眼界。妈妈连夜给我准备行李，把衣物、药品、零食一一整理妥当。爸爸去银行换了港币，反复叮嘱我注意安全，照顾好自己。爷爷奶奶站在门口送我，眼眶红红的，却笑着让我不要牵挂家里。飞机升空的那一刻，我看着窗外越来越小的城市，心里满是对未来的期待。香港的艺术交流活动为期1周，我认识了很多来自各地的青年艺术家，他们听了我的故事，都为我的坚持与专注感动，纷纷和我交换作品与联系方式。我在交流会上分享我的创作理念，说话很慢却很清晰，每一句都发自内心。台下的观众静静
静聆听。结束时掌声雷动，有人说我的故事比画作更打动人心。活动结束后，港商爷爷带我去看香港的夜景，维多利亚港的灯光璀璨，像洒在海面的星星。他告诉我，真正的曼妙从来不是外表，而是内心的坚韧与纯粹。我点点头，把这句话记在心里。从香港回来后，我更加专注于绘画与工作，把所见所闻融入创作，把学习到的管理经验用在奶茶店。我的绘画风格越来越成熟，多了开阔与淡然，少了青涩与拘谨。奶茶店的运营效率持续提升，总公司多次通报表扬，把我的方案作为全国范本。社区的公益绘画课，我一直坚持每周上课，从未间断。孩子们从不敢下笔，到能独立完成完整作品，脸上的笑容越来越灿烂。有孩子的家长特意找到我，给我送来锦旗，说我改变了孩子的性格，让孩子变得开朗自信。我接过锦旗，心里满是欣慰，原来我的一点点善意能照亮别人的童年。秋天的时候，全家人一起去郊外的农庄度假，这是我们第一次全家短途旅行。农庄里有果园菜、地鱼塘，我们一起摘苹果、挖红薯、钓鱼，笑声飘满整个农庄。爷爷奶奶坐在果园的长椅上，看着我们忙碌，脸上的皱纹都舒展开来。我把农庄的场景画下来，取名全家欢。这幅画后来被社区美术馆收藏。旅行结束后，家里的氛围更加和睦，每天都充满欢声笑语。爸妈不再为我担忧，不再为生活焦虑，他们开始培养自己的爱好。爸爸爱上了钓鱼，每周都去河边垂钓，钓回来的鱼鲜美好吃。妈妈爱上了广场舞，每天晚上都去社区广场跳舞，身材越来越轻盈。奶奶养了很多绿植，家里的阳台郁郁葱葱，像一个小花园。爷爷每天看书写字，书法越来越工整，还经常教社区的孩子写毛笔字。我偶尔会想起姑姑和表哥，没有恨没有怨，只希望他们能在陌生的城市好好生活。亲戚们再也没有人提起过往的恩怨，一家人同心同德，互相扶持。家族聚会的时候，大家都会让我坐在主位，说我是家里的骄傲。我总是笑着摇头，说我只是做了自己该做的事。冬天悄然而至，雪花轻轻飘落，给整个城市裹上一层洁白。我把家里的暖气开好，给爷爷奶奶准备好厚棉衣棉鞋。奶茶店推出冬季热饮新品，红枣姜茶桂圆奶茶，温暖了整个寒冬。新品上线后，每天都卖断货，顾客们都说小慈做的饮品暖心又暖胃。绘画工作室为我举办了冬季个人画展，主题为慢时光。展厅里挂满了我的作品，从家庭日常到自然风景，从孩童笑脸到城市烟火。开展当天，家人朋友、社区居民、奶茶店同事全都赶来捧场，校长与学校老师也来到现场，为我送上鲜花与祝福。港商爷爷通过视频连线观看了我的画展，发来祝贺与鼓励。我站在展厅中央，慢慢讲述每一幅作品的故事，语速平缓，语气真诚。观众们静静聆听，有人悄悄抹眼泪，有人拿出手机记录。画展持续了半个月，接待了上千名观众，收获了无数好评与认可。年底的时候，我拿到了学校的1等奖学金、奶茶店的年度优秀员工、基金会的年度艺术新星，3份荣誉摆在家里的桌子上，闪闪发光。全家人为我举办了庆功宴，没有奢华的排场，只有家常菜与真心话。爷爷举起酒杯，声音洪亮，他说：“我们家小慈用专注与坚持，活成了自己的光。”奶奶抹着眼泪说：“我是她这辈子最骄傲的孙女。”爸妈紧紧握着我的手，眼里满是欣慰与自豪。我看着家人，看着满屋子的温暖，轻轻开口：“我一直都很曼妙。”这份曼妙来自家人的爱，来自自己的坚持，来自对生活的热爱。我不再需要用梗来保护自己，不再需要用直白来躲避伤害。我有足够的力量面对生活的所有挑战，有足够的温柔拥抱身边的每一个人。我慢慢走，慢慢看，慢慢感受，慢慢成长。我不慌不忙，不骄不躁，不卑不亢。我坚守本心，专注做事，真诚待人。我知道未来的路还很长，会有新的风景、新的挑战、新的收获，但我不会害怕，不会迷茫，不会退缩，因为我有家人的陪伴，有热爱的事业，有纯粹的内心。我会一直做独一无二的林心慈，一直保持这份曼妙，一直走在温暖与光明的路上。清晨的阳光穿过窗户，落在我的画纸上，色彩明亮而温暖。我拿起画笔，继续描绘生活的美好，描绘家人的笑容，描绘心中的热爱。奶茶店的门铃轻轻响起，迎来第一位顾客。我笑着走上前，轻声问候。社区的孩子们发来消息，问我什么时候再上绘画课。学校的老师发来通知，准备让我分享学习与成长经验。家人在厨房里忙碌，饭菜的香气飘进房间，一切都安稳而美好，一切都充满希望。我站在时光里，轻轻微笑。我很曼妙，一直都是，永远都是。我的故事永远没有终点，只会在温暖里一直延续。清晨的闹钟准时响起，我掀开被子起身，窗外的天光刚漫过窗台，温柔的像一层薄纱。我走到卫生间洗漱，镜子里的女孩眼神清亮，眉眼间没有了往日的局促，多了几分从容与坚定。我对着镜子轻轻笑，心里默念着属于自己的话语。厨房传来轻缓的声响，妈妈已经在准备早餐，平底锅煎着鸡蛋，香气裹着暖意漫满屋子。我走过去帮着摆碗筷，瓷碗轻轻落在餐桌上，发出清脆的声响。爸爸坐在餐桌前看早间新闻，手指轻轻点着桌面，神情安稳又平和。爷爷奶奶也陆续走出房间，奶奶的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爷爷的腰板挺得笔直。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早餐，没有人说话，却有着无需言说的温馨。早餐过后，我背上双肩包出门，先去学校完成上午的课程，再去奶茶店处理下午的工作。小区里的晨练老人和我打招呼，我停下脚步认真回应，脸上带着浅浅的笑意。路边的迎春花开得正盛，嫩黄的花瓣坠在枝头，在风里轻轻摇晃。我踩着平稳的步调往前走，不慌不忙，不紧不慢。学校的教学楼在阳光下静静矗立。我走进教室坐下，拿出课本与笔记本等待上课。今天的专业课是逻辑学进阶，老师讲的论证与谬误，我能轻松理解并快速记录。课堂上老师提问，我缓缓举手，用清晰的逻辑给出完整答案。全班同学看向我的目光里满是认可与敬佩，再也没有丝毫轻视。下课之后，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递给我一份保研推荐表。老师说
说我的专业成绩稳居第一，逻辑思维与学习态度都无可挑剔，学校愿意推荐我免试读研。我接过推荐表，纸张平整厚重，指尖传来微微的触感。我向老师深深鞠躬，认真地道谢，脚步沉稳地走出办公室。我没有立刻告诉家人，想把这份惊喜留到晚上，给他们一个突然的欢喜。中午在学校食堂吃饭，我选了清淡的素菜与米饭，慢慢吃，慢慢消化。曾经不敢独自在人群中吃饭的我，如今可以坦然坐在任何角落，专注地做自己的事。下午的阳光格外暖和，我走进奶茶店，同事们纷纷和我问好。我换上工服，先检查店内的卫生与物料，再核对当天的订单与排单。有老顾客一进门就笑着喊我，说只喝我调配的饮品，觉得安心又好喝。我耐心接单制作，每一杯饮品都严格按照标准，分量精准，口感稳定。店长走进店里，递给我一份区域店长任命书。总公司正式通过了我的晋升申请，我成为了区域正式店长，负责5家门店的全面运营，薪资与权限都提升到新的层级。我接过任命书，没有狂喜，没有张扬，只是轻轻点头，把文件收好，继续工作。傍晚时分，我结束奶茶店的工作，赶往社区活动室，准备每周的公益绘画课。孩子们早已在活动室等候，看到我就欢呼着围过来，手里拿着画纸与彩笔。我带着他们画春天的花园，教他们调配色彩，教他们勾勒花瓣与枝叶。有个小女孩画了我，把我画成带着翅膀的天使，旁边写着小慈老师最好。我蹲下身抱住小女孩，心里软得一塌糊涂。绘画课结束后，我把孩子们的作品整理好，贴在社区的展示墙上。社区主任路过，对着我连连夸赞，说我为社区做了大好事。我摇摇头，说只是做了自己想做的事。天色渐渐暗下来，路灯一盏盏亮起，我走在回家的路上，影子被拉得修长。我掏出手机，给家人发了一条消息，说有2件重要的事要宣布。推开家门的瞬间，温暖的灯光与饭菜香扑面而来，全家人都坐在客厅等我。我把保研推荐表与区域店长任命书轻轻放在茶几上，家人凑过来看清楚内容，瞬间爆发出惊喜的声响。妈妈捂着嘴流泪，爸爸用力拍着沙发，爷爷奶奶笑得合不拢嘴。奶奶拉着我的手，反复说我的小慈真有出息。爷爷站起身，说要立刻通知所有亲戚，让大家一起为我高兴。我拉住爷爷，说不用大肆宣扬，一家人安安静静庆祝就好。晚餐格外丰盛，全是我最爱吃的菜肴，酒杯里倒满了果汁，一家人举杯庆祝。我看着家人幸福的模样，心里满是踏实与满足。夜晚，我坐在书桌前，打开绘画本，把今晚的温馨场景画下来。画笔在纸上缓缓移动，线条柔和，色彩温暖，每一笔都藏着满心的欢喜。画完之后，我把画夹在笔记本里，作为成长路上的珍贵纪念。睡前我刷了一会儿手机，没有看网络梗，没有记段子，只是安静地看了几页逻辑学书籍。我早已不需要用梗来武装自己，我的逻辑，我的专注，我的热爱，就是最坚硬的铠甲。我躺在床上，闭上双眼，脑海里回放着一天的点滴，从课堂到职场，从公益到家庭，每一步都走得安稳又扎实。我不再在意别人的评价，不再纠结自己的反应快慢，我知道自己的价值，我知道自己的独特，我知道自己值得所有的美好与温柔。第二天一早，我带着保研推荐表返回学校，完成签字与提交手续。教务处的老师对着我微笑，说我是学校的骄傲，是学弟学妹的榜样。我礼貌道谢，平静地走出教务处。逻辑社团的同学拦住我，要我给社团做经验分享，鼓励更多同学专注学习。我答应下来，定在周5的社团活动日。中午，我召集区域内的门店负责人，开了第1次区域管理会议。我把运营标准、物料管理、顾客服务一一梳理清楚，要求严格执行。各位店长认真记录，没有丝毫质疑，全都服从我的安排。他们说我的方案务实可行，跟着我干有方向有底气。会议结束后，我去画室整理巡展的作品，为下一站展出做准备。画室的老师告诉我，我的海边写生作品被国家级美术馆收藏。这个消息让我微微惊讶，随即归于平静。我知道所有的收获都来自日复一日的坚持与专注。我把收藏证书收好，继续打磨新的创作。周5的社团分享会上，我站在台上，慢慢讲述自己的学习历程。我告诉大家，反应慢不是缺陷，而是专注的天赋。我告诉大家，不用迎合别人，不用伪装自己，做好自己就足够优秀。台下的同学静静聆听，结束后掌声久久不息。有学弟学妹过来加我的联系方式，说要以我为目标努力前行。周末全家人一起去公园踏青，春风拂面，花草芬芳。我带着画板，把家人的笑容与春日的美景全都画进画里。爷爷奶奶坐在草坪上，看着我画画，眼神里满是宠溺。爸妈在一旁拍照，记录下每一个温馨的瞬间。中午我们在公园的餐厅吃饭，简单的饭菜却吃得格外香甜。下午我们去逛文创店，我选了几支新的画笔，给家人选了小纪念品。回家的路上，车里放着轻柔的音乐，一家人都在轻轻哼唱。日子就这样平稳地向前走，没有波澜，没有纷争，只有温暖与安宁。亲戚们偶尔来家里做客，都会对我赞不绝口，说我是家族里最争气的孩子。我总是淡淡一笑，不骄不躁，保持着最初的纯粹。奶茶店的生意蒸蒸日上，成为了区域内的标杆门店。总公司多次组织其他店长来学习，我把自己的经验毫无保留的分享，帮助更多人成长进步。社区的公益绘画课，我坚持了1年又1年，教过的孩子越来越多。很多孩子长大后还会回来看我，给我带小礼物，和我分享他们的生活。我看着他们从懵懂孩童长成少年少女，心里满是欣慰。港商爷爷每年都会来看我，给我带来艺术界的新资讯，鼓励我继续坚持创作。他说我是他见过最特别的年轻人，纯粹、专注、坚韧，拥有最珍贵的品质。我每次都认真道谢，把他的鼓励记在心里。岁月缓缓流淌，我从大学顺利保研，继续深耕逻辑学专业。我的绘画作品在全国巡展，收获了无数赞誉与认可。我成为了优秀的青年店长，行业内的新锐管理者。我成为了孩子们喜爱的小慈老师，社区里的公益榜样。我成为了家人的骄傲，成为了自己的光。我依然保持着缓慢的步调，慢慢思考，慢慢做事，慢慢成长。我依然直白纯粹，不绕弯子，不耍心机，用真心对待每一个人。我依然坚守本心，不被名利诱惑，不被世俗改变。偶尔有人问起当
年的事，问起姑姑与表哥，我都平静地回答，我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各自承担各自的选择就好。我没有恨没有怨，只有对当下生活的珍惜与感恩。春日看花，夏日听风，秋日赏叶，冬日踏雪。我用心感受生活里的每一份小美好，我用心守护身边的每一个爱我的人，我用心打磨自己的每一项技能，我用心书写自己的人生篇章。有人说我逆袭成功，有人说我大器晚成，有人说我傻人有傻福，我都不置可否。我只是做了最真实的自己，我只是坚持了自己想坚持的事，我只是守护了自己想守护的人。我从来没有想过要证明什么，也没有想过要打败谁，我只是按照自己的节奏，一步一步往前走，走到灯火通明，走到春暖花开，走到满心欢喜。我站在时光的渡口，回望走过的路，从被嘲讽、被贬低、被误解，到被认可、被喜爱、被尊重，从只会用梗化解尴尬，到用实力与温柔站稳脚跟。每一步都走得艰难，却每一步都走得坚定。我感谢家人的不离不弃，感谢师长的悉心教导，感谢陌生人的善意与信任。我更感谢那个从未放弃的自己，感谢那个即使反应慢也依然认真努力的自己，感谢那个即使被恶意包围也依然保持善良的自己，感谢那个即使身处黑暗也依然追寻光明的自己。如今的我拥有热爱的学业，拥有稳定的事业，拥有温暖的家庭，拥有纯粹的热爱。如今的我足够强大，足够温柔，足够笃定。如今的我可以坦然面对一切，可以从容应对所有。我终于明白，曼妙从来不是一句口号，不是一个梗，曼妙是内心的丰盈，是灵魂的坚韧，是生活的通透。曼妙是不慌不忙的成长，是不卑不亢的姿态，是不离不弃的坚守。我是林心慈，我很曼妙，这份曼妙与身材无关，与智商无关，与外界的评价无关，这份曼妙只与我的本心有关，只与我的坚持有关，只与我的热爱有关。往后的岁月，我会继续慢慢走，慢慢看，慢慢感受。我会继续坚守本心，专注做事，真诚待人。我会继续守护家人，热爱生活，追逐梦想。我会一直做独一无二的林心慈，一直保持这份独属于我的曼妙。我的故事没有终点，永远在温暖与光明中缓缓延续。风来听风，雨来听雨，岁岁年年，万般皆好。又一年春风拂过枝头，我顺利拿到了保研录取通知书，逻辑学专业的深造之路平稳铺开，奶茶店的区域店长工作得心应手，我制定的运营方案被总公司全国推广，成了品牌旗下门店的标准范本。社区的公益绘画课我依旧坚持，当年怯生生的孩童已经长大，有的也拿起画笔走向艺术赛场。他们会带着奖状来看我，韩维生小慈老师眼里的光亮的像星星。我的绘画作品全国巡展圆满落幕，那幅家被国家级美术馆永久收藏。港商爷爷专程来看我，带来了海外艺术交流的邀请。他说我把纯粹与热爱活成了光，照亮了更多特殊青年的前行路。爷爷奶奶的身体依旧硬朗，每天养花遛弯写字作画，把日子过得闲适安稳。爸妈不再有半分忧愁，爸爸调变成胶河湖，妈妈的广场舞成了社区招牌。他们逢人便笑，说自己的女儿是此生最大的骄傲。家族聚会年年和睦热闹，亲戚们围坐一桌闲话家常，再也没有嘲讽与争执，只有温情与包容。我会带着自己画的画册赴约，给弟弟妹妹们讲逻辑与成长的故事。我再也不用靠网络梗抵挡恶意，也不用靠直白的话语躲避纷争。我能用清晰的逻辑辩驳不公，用温柔的内心接纳世界，用专注的热爱成就自我，用坚定的态度守护家人。我依旧走得很慢，说话不快，思考不慌，但每一步都踩在实处，每一句话都发自真心，每一个决定都遵从本心。我不再在意旁人的眼光与评价，不再纠结自身的反应快慢。我深知自己的价值，无需他人定义。深秋的午后，我坐在画室的窗边，画笔落在崭新的画布上，画里是全家围坐的温馨，是奶茶店的烟火，是孩子们的笑脸，是山海的辽阔，是心底的坦荡。阳光落在画布上，染上一层温柔的金边。我轻轻落笔，写下心底最笃定的话语。我是林心慈，我很曼妙，这份曼妙是家人给予的爱意，是岁月沉淀的从容，是专注做事的笃定，是真诚待人的柔软，是不慌不忙的成长，是不卑不亢的姿态。我走过被嘲讽的时光，跨过被误解的坎坷，迎着风雨慢慢成长，终在爱与热爱里活成了自己的太阳。往后余生，我会继续守着家人安康，捧着画笔追梦，握着初心前行，不迎合不将就不妥协，慢慢走，慢慢看，慢慢成长，把平凡的日子过成诗，把简单的幸福守到底。风掠过窗台，带走笔墨清香，岁月缓缓流淌，温暖岁岁相伴。我始终是我，独一无二的林心慈，始终怀揣赤诚与热爱，永远保持独属于我的曼妙。此生明朗，赤诚善良，自在如风，曼妙一生。